牛肉过秒就捞，入口即化，秘诀是什么？榴莲嫁接粤菜，味觉升级，创新在何处？老广食谱有多少东西交汇的奇葩食材？为何粤菜有传统无正宗？老广的味道知东西，看粤菜如何以我为主，博采众长。体验一方风土，餐桌是绝佳的场景，就像是通关密语，经过唇齿舌尖的吮嚼检验，食物背后的身世奥秘与文化密码自然流现。广东人的厨房向来百无禁忌，南粤自古就是东西交汇之地，中原文化的滋养润泽，西风东渐的影响碰撞，激发出不少老广餐桌上的独有菜式。为了在烹饪上翻出更多花样，最能话家常为神奇的酱饱受宠爱。多少美味的秘密就藏在酱料里，甚至演绎出应酱而生的菜式。三花子、五花子、枝藤、柿饼、牛舌头、六龙棒、薄仁、六龙肉，这些让人瞠目结舌的术语，都是潮汕人在吃牛肉火锅时常挂在嘴边的名词儿。只要有一口锅和一瓶水，潮汕人就能把牛的本色烹调出来。潮汕牛肉火锅是因为上个世纪来自于一种东南亚的酱料，演变到现在的清汤牛肉火锅。上世纪30-40年代，潮汕商贾下南洋谋求生计，把当地一种辛辣香咸味道的酱料沙爹酱带回了家乡，并按照潮汕人的喜好调制出全新的香酱沙茶酱。老一辈的潮汕人将沙茶酱作为汤底来涮鲜牛肉，从此奠定汕头牛肉火锅无酱不食的风格。你睇我直面嘅啤㗎，直面嘅試下落嘅，呢幾多在落嘅搦，依個搦啊，依個我搦自動嚟試下落。39歲的林海平是牛肉火鍋行業裡頭最年輕的老師傅，他和2個志同道合的夥伴，打破了汕頭牛肉火鍋走出潮汕就變味兒的定律。10年間，從一名市場切肉工蛻變為火鍋連鎖店的負責人。你現在隨便拿一塊肉來，100%可能跟你說出這塊肉是來自於這一頭牛的哪一個部位、年紀、大小，還有什麼品種，我都能跟你說出來。15年前，初中畢業後的林海平跟隨大哥到八合里旁的市場當切肉工。其實他是一個工人，但是他是用老闆的責任去奮鬥的，他是有一個有能耐的。工字不出頭，是大部分潮汕人內心根深蒂固的觀念。眼看弟弟工作安穩後，林海平決定賭一把，借來1萬塊錢，在市場旁的小巷裡開了一家屬於自己的牛肉店。做事就用靠口碑質量，有好多客人來的時候跟我說，你有這麼好的牛肉質量，怎麼不打娃娃呢？我買了幾個爐，就這樣把娃娃給做起來了。從開店賣肉到轉型做火鍋，靠的是誠懇務實，人氣興旺。弟弟林海平也過來幫忙，並且向哥哥提出了自己的經營想法。我這邊現在競爭能力這麼大，老是在這個地方，然後2兄弟一大家子藏在這個地方也不大行嘛。我想出去，剛好這邊2位老顧客，就東哥跟龍哥。做阿雜我講呢度夠，呢個夠曬啦，佢能吃啊，冇咩情況。太熱了，吃也得在嘛。可以啊，好。距離汕頭近3000公里的內蒙古草原，是中國最佳的天然牧場之一。自2013年開始，林海平和2位老顧客
每隔半年就来这里一次。这批牛是供我们自己的吗？这里边有供我们自己的，这每天早晨6点多就开始放牧，中午有一段时间3、4个小时休息，然后下午2点多就开始接着放牧。厂长，下周供给我们自己的牛一定不能超过3岁啊，要挑那些漂亮一点的。尽量不要超过800、900斤，我们要控制肉的纤维，不要太粗了。每一头牛都要按照这个标准来走。我们一直呢都是在他们家吃牛肉火锅，他们兄弟俩务实的态度感动了我们。我们都想把家乡的美味带出去，这就是我们走在一起的初衷。来了。为了更好的生活，也为了人在他乡还能尝到家乡味儿，3个不同出身却志同道合的牛人走到了一起。从寻找食材开始，他们的足迹遍布了云贵川高原，最后选定了内蒙古的通辽牧场。牛从3000公里外的牧场运送到汕头后，需要安顿3天。它主要是平缓一个牛的心情如果它是处于高度紧张的情况下，会影响口感。潮汕人对牛的分解比工业化屠宰更加精细，一头牛分解后只有30%的肉能做火锅料。为了保证肉的鲜度，林海平定下了规矩：从屠宰到餐桌不超出3个小时。牛肉到店后，就是刀手演绎技术的环节。肉切得不好，会导致肉质纤维拉长，从而难以咀嚼，口感粗糙。牛身上的10个部位需要10种不同的切法，保证每一块肉的厚度一致。这就是刀工的精炼所在。来，今天上的都是好肉，好肉，对，100%。在不少人看来，火锅的灵魂在于汤底，但潮汕牛肉火锅绝不走浓艳的基调，追求大道至简，讲究清而不淡，鲜而不俗，嫩而不生，油而不腻。很多人都以为我火大就好，其实不这样的，火要文火，不要太大因为你火太大的话，你会把里面牛肉的血水锁在里面，它本身会带给你口感是酸的。1掉杂质然后2掉血水，3掉纤维，3尽3亮，过秒即捞。蘸上少许沙茶酱，让牛肉在嘴里融化，唇齿间油香四溢。一方水土孕育一方菜肴，民间曾经有这样的刻板认知，走出潮汕，潮汕牛肉火锅就变味儿了。林海平、庄旭东、方壮龙3位牛人颠覆了原有的饮食常规。在老广的饮食菜谱里，食材的选取一贯以生鲜硬实为上。怎样才能在长时间内最大程度地保存海产的鲜味儿？老广自有一套。今年雨水多會豐收啊，一定要上嚟睇睇呢啲行情先得。是啊。伊德路，这条广州越秀区的骑楼老街，只有短短870米，却集中了10多个专业市场，过1000家商铺，因咸鱼、海味、干果闻名全國。嗰啲貝都好均勻。揀貨呢冇黐手，嗰啲貨呢質量又比較好啲。干贝，老廣俗稱瑤柱，性味甘咸平，有滋陰補腎、健脾調中的功效。顏色都可以，
今年53岁的杨汉明是湛江北部湾的渔民。20年前，他在当地率先养殖瑶柱。20年后，湛江北部湾的家家户户都是瑶柱养殖能手。基本上我哋做出嘅產品都係拉上嚟一德路呢度批發，其他地方全國各地到世界都係嚟呢度批發。5月仲夏，杨汉明总会在入夜前驾驶渔船，在自家10000亩贝田上视察。今年嘅熱水啊特別多，嗰啲貝啊生種啊比較靚，貪料平啲人就出嚟偷。今年都發現都冇見咗幾百籠都有啦。为了减少损失，入夜前後，每隔3個小時，楊漢明就得駕船繞海一圈。93年呢個環境唔好之後，我哋七個呢搞真知之後呢，就96年翻嚟就睇到嗰隻山東嗰邊呢扇貝嗰隻行業就比較靚，後嚟呢我就把呢隻項目引證翻嚟呢度。當年湛江北部灣的珍珠養殖業正值寒冬，謀求出路的楊漢明帶着扇貝回來時，當地珍珠養殖戶普遍不看好，連家人也提出了反對。佢都有反對話，開始話，不過我哋呢大男人主義嘛，即係講睇住項目就上咯，唔理嘅咯。看中了就上，從養殖設施的建設到種苗的培植，為了炮製這碗頭啖湯，楊漢明花了5年的時間。一扇貝呢，其實靠食嗰啲海上微生物嘅。1年收成2次嘅，農曆5、6月份嘅時候呢，就係加工瑤柱，嗰隻量就比較大啲。最後第2做呢，就係春節前，嗰隻量就比較少少，就係做前貝。直到2002年，看到楊漢明勢頭不錯，其他漁民才陸續開始跟隨轉型。製作瑤柱分為採、開、洗、煮、曬、烘這6個步驟，每個步驟都有明確的時間分配表。捕撈必須在每天的退潮期進行，待潮水開漲時，捕撈工作必須停止。好，大家嗰條線測佢哋，而家12點就流水啱，你快啲測佢。佢嗰分又屬於係季節性嚟㗎，佢一到嗰隻農曆5月呢，佢就開始肥啊嘛，你唔作呢，佢就過後呢，佢就死嘛。佢嗰隻扇貝呢，喺颱風之前基本上都收完㗎啦。把1萬畝的扇貝製作成瑤柱，要反反复复的在海上作業50、60天，而且前提是天氣給力。大家洗個休去解8籠得嘞。冇到太多，等下又搞蝦就。扇貝起網後，需要爭分奪秒地送回岸邊，緊接着就是開殼取雞。開殼的關鍵在於經驗。每年這個時候，楊漢明都會把村裡所有專家聘請過來。第一刀你一定要靠邊先得，一刀放落去呢，佢已經就成個魚翅就好完整啊。湯唔靠邊呢，成2個啦，一個魚翅就成2個。嗰隻扇貝呢，佢單係靠攞隻閉殼機啊嘛，佢嗰啲裙啊同埋啲膏呢，全部都唔要。當扇貝褪去堅硬的軀殼，剩下的便是歷經海浪後的精華。白嫩的閉殼肌需要反覆沖洗，確保無雜質後，再放入已經調製好的鹽水裡猛火快煮。用嗰隻煤燒呢，嘅火力猛嘛，煮呢時間要快，一般控制喺10分鐘左右呢，佢就煮熟嘅。瑤柱起鍋後，第一時間要過冷河，冷河能讓閉殼肌迅速降溫，鎖住鮮味，同時淡化表面的鹹度。
过完冷河，窑铸的半成品才能平铺到网上，接受日光浴。放喺西度，馬上攞出去曬，曬咗5成乾，就馬上要放入嗰隻烘房啊，用嗰啲煤呢，再去烘到8成度。要經過煤烘，佢嗰隻香氣先有。你單係靠太陽曬呢，香度呢唔得，唔夠。改变以往单纯依靠日光暴晒的方式，用煤炉加工烘干是杨汉明的创新之一。捕捞、去壳、清洗、蒸煮、烘晒，到最后分装，每一颗窑柱都浓缩渔民的心血，蕴藏大海的生命力。夜幕降临，一顿简单美味的家常菜就是最好的补偿。哎，老婆大人，今日魚翅好靚，應該未放出嚟。好啦。窑煮冬瓜排骨汤是老广的经典靓汤，冬瓜和窑柱堪称绝配。窑柱既能释放冬瓜的清甜，还让一煲汤水浓郁鲜香。一般我下邊人都係咁煲湯，燉出嚟嘅湯係清甜嘅。鲜窑柱炒冬瓜，蚝油清蒸鲜窑柱，水煮原汁扇贝。清爽又热气腾腾的3菜1汤，踏实而温暖。老豆帶你過5年就把呢行業交俾你啦，你有沒有信心啊？有。这颗小贝壳从墨西哥湾来到南中国，在杨汉明守护的一方水土下长大，经加工后变身窑柱干，最后流落在世界各地华人的餐桌上。吃什么，怎么吃，无论是新食材还是老味道，折射一方水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，正如老广对待茶叶的态度。料菜呢是最具饮食养生价值嘅，咱都选料精髓，煮出非常口劲，所以咱嘅料沙嘅饮食嘅是个文化，伊也非常吸引咱嘅。52岁的张树茂是潮菜名厨，不仅致力于潮菜烹饪技艺的钻研探索，更身体力行带徒传艺，因此被评为非遗潮菜传承人。教高本书过，要咩录出咱料菜独立烹饪技法，叫做蔬菜烹助。现在啱清明节晒哦，现在春底爱好菜调。直接佢，我用春底嚟做4道菜夾嚟，给咱分享嘅，係咪？喂，永兄。丁老師你好，你好。來佢找個好嘅底，你話想拿嚟做寡道地上嚟教起學生。還好，還是馬上就我這拍點口啊，哈。粤东第一高峰潮州凤凰山濒临东海，气候温暖，雨水充足。优越的环境孕育出宋种茶王单丛茶。咁佢嘅名做咗就全部建築得㗎。好。茶农曾树荣一家3代靠单丛为生，正是这一片绿叶，让张树茂和曾树荣结缘凤凰山。今年34岁的曾树荣，13年前告别外出闯荡的生涯，选择回山接收祖业。凤凰山的茶，一年可采摘春秋2季，但与一般的茶农不同，曾树荣遵循了祖辈定下的铁律，只采春茶。从我爷爷到我这一代开始，为了保持那个来年的茶叶的质量，一年都是采摘一次，质量提高的，价格也提高的，基本上都是一样的。好，等下等啊。等下，招他的老。并非人人都能做到重质不重量，能坚守1年1采的茶农，在凤凰山只有近1/3。
每年开采前夕，父亲曾克辉都会给儿子演绎自家制茶本领。日日咁晚5年節啊，即係就傳統嚟啊，係聽到真嘅，一路又逼逼咗，我係掛住啊嚇，係就會到咩？陳愛掛住，係差嘅，第一種青菜，小塊拍。晒青、晾青、做青、杀青、揉捻、烘焙，6道工序环环紧扣，每道工序看似简单，绝不能掉以轻心，稍有疏忽就会功亏一篑。不但茶叶无法称之为单从，价格更是一落千丈。3月，湿润绵长，正是第一手单从的采摘佳期。曾树荣要赶在正午太阳出来的时刻上山开采。采茶得有太阳，天气好，做出的茶叶才能香。单从那个特点就是香干，回甘好。有钱啊！哦，丁老師，今日天氣好，買就好啲啊！好啊。出太阳才能采茶，是曾树荣铁定的原则。食材一定要精挑，是张树茂坚守的底线。细耕慢培，精挑细选，茶扇的制作既是曾树荣和张树茂的技术结合，更是制茶与烹饪2大领域之间的交互融合。老師花了整節嘅時間，列了知識嘅次得來，今日呢就一嚟做4道菜，給大學們分享者嚟學習嘅。张树茂的授课亮点在于变，食物随时节而变，味道随食材而变。茶香虾，这道老广最为熟悉的粤菜，如何在虾的鲜甜之上突出茶的香味儿？张树茂有着自己的一套秘方。湯嘅記號嚟加入濃茶汁，然後呢嚟芝士嚟椒，就呢個汁嚟飲起。因為咱蝦呢伊含有豐富嘅蛋白質，所以落芝士經過油炸嘅時候呢，伊會流失部分。咱落喺落炸嘅時候呢，洗去伊加住嘅濃清啊。扇要求不只是色香味儿，意和形的展现亦不能少。做隻地香蝦呢是喺獨出自嘅第一個清香。嫩茶叶过水后剁成茶末，加入蛋白和肉末做成单丛茶羹。热性老窠跟寒性茶心鲍鱼搭配成茶心炖鲍鱼。茶叶剁碎，包裹在糯米上面，做成清茶汤丸。这样养生的搭配，在张树茂手里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以茶入馔成就的茶扇，既保留茶叶丰富的营养价值，又带出变化多样的味道体验。博采众长，融合贯通，让老广们的味觉越发挑剔。餐桌上的一菜一汤、一饭一肉，虽然平凡家常，却是当地山海田野的浓缩精华，以及漫长流转的生命轨迹。2017年第20号台风刚走，21号台风紧接生成。中国第一大火山岛湛江挠洲岛刚被14级台风正面袭击完，岛上的渔民就开始为出海捕捞做准备。阿孟做什麼樣哦？阿孟我爹就話路頭苦閪啦咩？牽到閪哦！點解買得苦，問題等問題貴得苦咯，問題應該唔貴到苦咯，咩做咩啊？我知啊你，我做佢就做佢知啊你，我知啊。我仔我會知啦，當時我會知啦，先跟苦做咯，當時提好拎得苦啦。啊，這問題應該唔貴到苦。係啊，天嘢苦啊，冇過啊。我就路一時點樣好到你路苦做咩啊？我等下提好得苦咯，一提點樣好到你苦。夏季的台風接二連三，靠海為生的譚玉色已經快半個月沒收入了。
定来养肉大啊，做鸡啊，定来。为了缓解眼前的窘迫，在新台风没完全生成前，他想冒一次险。我看到海可以出去了，要去碰一下。这个月可能就到明年了，所以就是想抓好时机，出去搞一点钱回来。哎，亏点没有把板又回来了。错过这个月，就要等到明年。是什么让台玉色敢于冒险？我们渔民每天都是在跟那个时间和那个气候来赛跑的。让台玉色冒险出海的，是湛江挠洲岛上最有名的海底贵族——挠洲青龙虾。这种曾经的朝廷贡品，在每年农历的5月到8月才有，过了这个时节，就再也难以遇上。假都得假嘅呢，那条呢就跑完这个皮嘅，假嘅條落湖啦，冇咩嘢，冇咩嘢賺咯。39岁的谭玉策，已经有15年潜海捕龙虾的经验。海底捕捉的难度和危险不可预测，只有凭经验应对。一般都有10几多米水，最深的有20多米。做好准备，谭玉策潜入视线模糊的海底。潜水捕捉必须有人在船上放氧气管和观察情况。由于台风刚过，海水相当浑浊，水下能见度不到1米，半个小时的海底摸索，并没有发现挠洲青龙虾的踪迹。谭玉色决定浮上水面。挠洲青龙虾又被称为中国龙虾，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海和东海南部近岸海区。极少会判断失误的谭玉色今天纳闷了，把目标寄望在2海里外的水域，谭玉色再次潜入能见度极低的海底。不出所料，他发现了挠洲青龙虾的踪影。挠洲青龙虾外表呈橄榄绿色，腹部背甲上带有白色小点。栖息于浅海多盐礁底至水域海底，行动迟缓，不善游泳，依靠步足爬行，是种不会自然老死的逆天生物。它有2个脚，那个手一定要快的，一边手要抓脚，一拉一下给它，这边手就要抓龙虾了，不快它这脚就断了，它就跑下来。龙虾属群居性生物。正如谭玉色所说，运气好的话，几个小时能抓到10几斤甚至几十斤。但由于台风的影响，群居出没的龙虾数量有限，谭玉色决定今天到此为止。啊，要不给他要这个呢？结果虽然不尽如人意，但也不至于亏本。渔民的要求很简单，能把自然的馈赠顺利带上岸就已满足。冒险出海，就是为了转瞬即逝的美味。谭玉色决定卖一半留一半，给老婆孩子尝到今年的最后一口鲜。快对哦！养了5块就有块，还多大？对啦，等下做菜佢做又背一下对你赶快叫家的。养了5块就有块嘞，养大嘞。虽然带回收获，但妻子黄海妹的担忧并不会因此而减少。丈夫出海谋生计，妻子守候小家庭。对于妻子烹饪龙虾的功夫，谭玉色赞不绝口。清洗后开边，
爆香蒜蓉、葱花，铺在龙虾肉上，大火蒸10分钟，鲜味十足的龙虾配合清香的蒜葱，这就是挠洲岛渔民的家常菜。而黄海妹征服丈夫味蕾的，还有独门秘籍：把龙虾用姜爆炒至8成熟后，放进白粥里煮20分钟，再撒上葱花提香。这是黄海妹自创的龙虾粥。爸爸抓下對你見到抓對你嘅咩隻？睇。玩過嘅，我一樣要大。哇！以前刷咗條咧。老广的饮食原则向来只问味道，不问出处。很多外来菜式结合岭南饮食习惯，自成一派。虽然知名，但找不到源头。龙虾芝士意面因此成为中外结合、东西融汇的名菜，在粤菜传统本味中浸润西餐的创意，出尝似曾相识，细品与别不同。夏秋之际，广州的街头巷尾榴莲飘香。然而，在老广的食单上，榴莲不仅仅是水果那么简单。榴莲和粤菜在后厨相遇相知，结局超乎想象。榴莲这种水果呢，早在明清时期已经进入了我们老广的味觉了。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慢慢的接受榴莲的这种味道。榴莲爱其者赞其香，厌其者怨其臭。在吃的这件事儿上，无所不能的老广怎样才能把这种独特的味道入馔？本身我很喜欢吃榴莲，所以呢，我想让不吃榴莲的人也尝试一下吃榴莲。我们今天开一下会。陈振江撮合榴莲嫁给粤菜的第一人。从星级酒店的粤菜大厨到卡塔尔皇室御厨，粤菜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。4年前，一个破天荒的想法让他放弃了大厨身份，开始味觉的冒险。我第一道菜就是榴莲煮鱼的。我搜查过资料了，榴莲跟虾和蟹煮就不行，会产生毒素的。历经无数次的失败改良，榴莲鱼终于面世了。广州第一家榴莲主题餐厅也随之诞生。从开始筹备到开业花了半年时间，吃的我和我的厨师们，他先喝开水都感觉口是苦的。在食材的选择和菜式的创作上，陈振江可谓是尝遍了酸甜苦辣。为了保证出品的质量，陈振江更是1年多次穿梭于广州和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人呢，从来不吃爆口的榴莲的，因为呢，爆口榴莲容易被细菌侵入。猫山王的榴莲呢，都是从树上熟了以后呢，它自己会掉下来。好大間嘅。榴莲是马来西亚国宝级水果，被称为万果之王。进入9月，夏季榴莲的采摘也接近尾声，这已经是陈振江今年第3次出现在这里。嗨，龙哥，哎呀，我想了解一下今年的榴莲的收成怎么样？今年榴莲收成不是很好，今年雨季太多，于是它的挂的花来啊特别跌，今年的果结的不是很多。哦，为什么现在是绑着的了？以前不是用网的吗？现在没有用，以前就用网来，现在就用绳子绑住这个榴莲，把榴莲掉下来铺给椰子处。它现在有这样的材质，它就我们再绑住它。现在到11月到12月就很多果了。那我就准备再大批进到国内，做成我们的新的产品。在果园徘徊1天，陈振江找到了合适的榴莲。猪手、鸡扒、菠菜、辣椒、洋葱。陈振江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尝鲜。
先把油放进去，加入洋葱下去，让它热一下锅，放猪蹄下去。因为洋葱和油令那个猪蹄会更加没有那种猪的那个气味。差不多的时候呢，就放那个番茄汁，然后还有那个酸梅汁。做的过程中慢慢加水，充分的让酱汁溶解，让猪蹄慢慢的吸收。看到它的酱汁到一定程度了，那就可以加榴莲了。放了榴莲以后呢，就让它加热大概2分钟就可以了。榴莲猪蹄被陈振江取名为榴莲骨胶原。猪蹄是粤菜的常用食材，陈振江把粤式焖猪蹄的做法进行改良，加入了新鲜榴莲肉。陈振江又尝试着把榴莲混搭粤式炒饭。我尝试了很多遍的了，最终选择的就是用菠菜汁和榴莲一起炒饭。最后下的情况下呢，它的榴莲就等于好像榴莲把米饭包裹一样。这个时间段下是最好的。試試，正宗嘅貓山王榴蓮嚟煮嘅啦，呢個榴蓮雞扒、榴蓮披薩，烤青口。以前嗰隻榴蓮咧就得個甜嘅啫，呢隻榴蓮咧個香味幼滑，確定係呢隻榴蓮係適合我哋做呢隻雞扒咧，咁我哋就按照呢個標準嚟做。OK 啊，全部按晒呢個標準做。作为一个榴莲控，从一个菜式的首创到28个菜式的成功推出，陈振江靠足迹打破空间距离，用厨艺贯穿万水千山，编织出老广餐桌新故事与新体验。城市是历史的镜子，食物是历史的药引。追溯族群的迁徙，饮食流变的轨迹，经纬交错，时空参照。对于澳门而言，最好的历史窗口就是手信店。早晨喂，早晨，擺得麻麻地喎，執齊整啲。好。等我試試肉乾先啦。OK， 試下。好靚新鮮嘅山豬。OK， 好，試下。紙巾啊，可以嗎？好未？加油！好，多謝大家。啲牌執齊整啲，跟好啲一啲嘢，整得幾齊整幾好。OK。梁灿光，澳门街上的小明星。说起手信，少不了他的传奇故事。20年间，他从拉小推车卖花生桃的小贩，变成拥有了29家手信店的掌门人。只有小学文化的他，把传统手信业推向了顶峰，也延续老广未冠东西的事业。79年落嚟咯，好辛苦咯，捱得做花生行啦。我老豆啊，整架車仔，2個一齊推車去賣咯。其實我係由細到大都唔希望做花生糖，即係我嘅理想咧就係做警察嘅。没有如愿当成威风的警察，16岁的梁灿光只好接过父母的小推车，开启了他的手信人生。開檔做咧，第一件事咧就係要揾靚嘅原料咯，因為以前爸爸要嘅就要平，咁但係我知道即係唔啱嗰樣嘢係，我哋做食品嘅一定要係原料要靚。花生糖是一种古老的汉族小吃。花生的醇香配上糖浆的酥脆，让人垂涎3尺。怎么才能让传统的花生糖更好吃？是梁灿光接手後琢磨的第一件事。傳統嘅花生糖好甜噶嘛，因為以前嘅比例咧就點樣，1份花生1份糖。咁而家後嚟我改到點樣係2份花生1份糖，所以其實而家好緊要就係火候啦，同埋嘅水分啦，每一樣嘢都有有考究過。煮漿、下糖、搅拌、混合，每一个步骤都离不开加减法的调配，最终改良出甜度和口感适中、糖体透明发亮，更能散发花生醇香的新式花生糖。整咗之後，客人反應好好咯，即係亦好開心咯。老實講係。每天忙碌之餘，
他宁愿压缩休息时间，在花生糖的基础上首創了澳門軟薑糖。啲黃肉薑啊，落完薑之後咧，要煮多大半個鐘度啦。過程中就不停咁攪動，如果唔係一少少黐底咧，就成煲唔要得噶啦。攤凍咗之後就可以切得咯。撈啲椰絲落去，咁啊切一條條咁樣咯。澳門薑糖綿軟滋潤，細膩化渣，味甜帶辣。梁燦光對這種產品甚至得意，可研發過程他卻受盡了父親的責備。一路做嘅過程中唔得嘅，倒計咗佢。咁倒咗佢嘅時候，有時俾爸爸見到啦，爸爸就話：哇！你個衰仔抌晒我嘢，整咗敗家仔嚟咁樣，即係成日俾人鬧咯。試下。敗家子兒的薑糖吸引了眾多慕名而來的吃貨，小推車的生意因此興旺起來。不到1年，信心滿滿的梁燦光開始了屬於自己的第一家手信店。即係由一種產品花生糖，至到而家幾百種，其實都係不斷嘅嘗試失敗，咁啊再成功咁走過嚟嘅。在這座文化交融城市長大的梁燦光，不會止步於傳統廣東小吃，東南亞特色小吃也成了他味貫東西的獨門秘籍。其實肉乾最起源咧就係東南亞傳入嚟澳門嘅，所以我哋去學肉乾嗰陣時咧，新加坡啊、馬來西亞、泰國啊、台灣啊，甚至內地就去學，因為我想揾翻嗰啲最傳統嘅味道。肉乾的製作非常繁瑣，光是肉的比例、肉的厚度就是一門學問。傳統嘅肥肉嘅比例成30至40%，我哋而家改到得5%，就2 mm 嘅厚度。佢有分上厚度咧，就鎖住肉汁，同埋個口感味道都好食好多嘅。肉鋪好之後，放進烤箱，低溫烘烤5個小時，烘乾一面，翻轉之後再進烤箱，低溫烘烤7個小時。烘肉個溫度咧超過85度咧，變咗臘腸味啊，或者係嗰啲叉燒味嘅。一塊肉乾，烘烤時間要12個小時，好不好吃，還得要看最後一步明火燒。再去大火燒佢，即係出到爐先係香嘅，啲汁啊全部帶咗出嚟。不好吃的東西，我們絕不生產。梁燦光往返在辦公室與工廠之間，來來回回，前半人生耗在手信上，對味道的執念，成就梁燦光的美食事業，成就外地人與本地人共同的城市記憶。我心目中嘅手信就係個個試得到，將澳門嘅味道帶去全世界。呢個就係我理想啦。告訴我你吃什麼，我就知道你是怎樣的人。不排外，不張揚，在東的含蓄裡勾兌些西的奔放，可最終的本色依舊清晰。在煙火繚繞的後廚，人情世故的餐桌，激盪出不同族群與文化的懷鄉滋味。這就是老廣心目中最好的味道。